那是怎么回事？神之时代外，各方人马注视着那巨大镜面所映射出的画面，应该是神之时代内的景象吧？但那些陌生之人又是谁？莫非是远古种族吗？众人纷纷有了猜测，只是他们也无法确定。不过他们猜对了，那的确是神之时代内的景象，是此时此刻正在真实发生的一幕。在这片浩瀚星空之中，有着几千名熟悉的面孔，他们大多数来自7届圣府、苍穹仙宗以及神体天府，也有一些是其他势力的顶尖人物或是散修，但无一例外皆是大名鼎鼎的存在。其中为首的便是7届府主府主以及神体天府府主、苍穹仙宗宗主。可这些大人物们并不知道，他们此时的一举一动都被神之时代外面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们也是刚刚被传送之力传送到这片星空，也在打量眼下的局势。他们很快发现，有着一道无形的屏障将这片星空一分为二，此屏障极其强大，纵使是界天然也无法破开。而在屏障的对面，则是一群连他们这些大人物都不认识的生面孔，人数远不及他们这边多，不足1000人，但看上去每一个都不太好惹的样子。但先前经历的一切让他们清楚，能够到达这个地方的人物绝对不简单。他们猜测，站在他们对面的那些人，要么是阵法所化，要么便是远古种族。谁是界天然？就在他们猜测之际，结界屏障另一面的人竟率先开口。那开口之人是一个老者，但只是从声音分辨而出，因为看不到他的面容。因为此人身穿红色长袍，头戴红色斗笠，将自己的面容遮盖得严严实实，并且在其身后也站着近100名红袍人。很显然，他们是一个势力。老夫便是界天然，不知阁下是？界天然上前问道。我乃红魂宗宗主，红魂拓哉。那红袍人说道。原来是红魂宗宗主，不知阁下找我是有何事？界天然问。没什么事，只是听闻当今修5界你的实力最强，所以我便给你提个醒。我不知这道结界屏障何时消失，又是否会消失，但你最好祈求它不要消失。红魂宗宗主道。界天然淡淡一笑，他显然知道对方的意思，但还是明知故问的道。为何？因为若是他消失，我会立刻击败你，让你知道你们当代武者不过是一群猴子罢了。此话说完，那红魂宗宗主周身一股磅礴的威压席卷开来，那股威压极强，虽并未伤及周身任何一人，但却以极快的速度横扫八方。身在其中之人可能还看不清楚，但在神之时代外，通过那巨大镜面体的众人则是看得明白，那肉眼可见的威压覆盖面积之广，简直堪比一方小型世界。如此可怕的覆盖面积，若是他想的话，分明可以顷刻之间就将一个小型世界内的一切毁灭。好恐怖的威压！天神，他应该是天神境强者吧？此时神之时代外，各方势力人马都在向他们之中的强者询问，感受不到威压的力量，但如此恐怖的覆盖面积，恐怕真神巅峰也无法做到，应该是天神境无疑了。各方势力的强者纷纷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虽然分析各不相同，但答案的结果却是相同的。虽说真神巅峰也有毁灭世界的能力，但那绝对不是简单的手段，对于真神巅峰来说也是极大的消耗。可对方却是能够顷刻之间便展现出如此力量，他们都觉得对方是超越真神的存在，必然天神境。只不过究竟是天神的何种境界，那便不得而知了。毕竟在远古种族出现之前，天神只是传说，这是他们的盲区。对于这种存在，只存在于记载中，他们是真的不了解远古种族到底有多少强者。之前的黄府天族有天神境强者，现在又来了个什么红魂宗，竟也有天神境强者。神之时代外的众人虽感受不到那威压的真切带来的压迫，但却纷纷眉头紧皱，许多人更是吓得不轻。远古种族从不掩饰对当代武者的敌意，因此人们也都觉得远古种族会是他们的威胁。远古种族越是强大，威胁越大，可偏偏事情的发展都在向更加糟糕的局面倾斜。之前是黄府天族，如今又来了个红魂宗，之前也有强大的远古种族对祖武天发动了攻势，虽然大多数人没能亲眼目睹那一战，可却也听闻了那远古种族十分强大的言论。谁知道远古种族到底还有多少强大的势力没有露面？总之目前的局面来说，对于他们极其不利。事实上，不仅仅是当代修武者，当红魂宗宗主释放出威压的那一刻，就连远古种族那边强者也是感到意外。他们皆是远古种族，来自各方势力，有一些也曾有幸参加过远古几大种族举办的会议，但是关于红魂宗，他们之前并未听闻过。可眼下这位红魂宗宗主展现出的实力乃是天神境，据他们所知，这种实力的强者哪怕在远古种族中也唯有那几个强大的势力才会存在。由此可见，红魂宗的实力在远古种族之中也是不容小觑。不过相比于当代修武者的恐惧，远古种族众人意识到红魂宗的强大后却是激动。他们虽并非来自同一势力，可却是同一战线，他们都清楚他们日后的对手乃是当代修武者。然而就在此时，界天染却是淡淡一笑，并且他笑得很是轻蔑。你笑什么？红魂宗宗主问。若是想击败老夫的话，你的这个实力恐怕还不够格。界天染说道。哈哈哈哈！听闻界天染的话后，红魂宗宗主也是笑了起来，只不过他的笑声可比界天染猖狂得多。他笑了好一会后才凝声说道，说大话小孩子都会，
但说大话有用吗？借天染，待到这结界屏障消失，我会让你知道，究竟是我不够格，还是你不够格。你确实不够格。然而就在此时，一位身披金色铠甲的老者走到借天染身旁，且凝视着红魂宗宗主开口。此人乃宇文炎日的爷爷，也是当今神体天府府主。你算什么东西？你连与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红魂宗宗主鄙夷地打量着神体天府府主，老夫乃是神体天府府主，你若想与七界府主动手，须先过老夫这一关。此话说完，只听轰的一声于身体天府府主体内炸响，神体天府府主也是释放出了磅礴威压，这股威压的气势以及覆盖的面积与那红魂宗宗主一模一样。天神境，神体天府府主竟也踏入了天神境。这一刻，无论是神之时代之内，还是神之时代之外的当代武者，皆是沸腾了。本来他们只觉得他们当代修武者之中，只有借天染这一位的实力达到了能与天神境强者匹敌的地步，不曾想神体天府府主境也踏入了天神境。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当代修武者的实力可就是大大提升了。神体府主这种杂碎，不如先交给老夫。而就在此时，又有一位大人物走了过来，乃是苍穹仙宗宗主。且苍穹仙宗宗主说话间，也是释放出了磅礴的威压，他的威压也丝毫不弱于那两位。又一位天神境界，苍穹仙宗宗主也踏入了天神境。众人极其意外，要知道在此之前，神体天府府主与苍穹仙宗宗主皆是被困在真神巅峰多年，他们都觉得这两位可能这一辈子都要被困在真神境了。可不曾想，这两位竟然皆是踏入了天神境。苍穹仙宗宗主展现出实力，感受到了众人震惊的目光后，也是颇为满意。越发自信的他将目光投向红魂宗宗主，在下苍穹仙宗宗主，若是你想挑战当代修武者，老夫愿做你的第一个对手。神体天府，苍穹仙宗，要做出头鸟是吧？很好，我记住你们两个了，会满足你们找死的愿望。红魂宗宗主冷冷地说道。然而他此话刚刚说完，那片星空便开始颤动起来。此刻所有人都是四下观望，甚至无论当代武者还是远古武者之中，皆是有人开始后退。他们都察觉到很可能是这片星空之中要有了变化，之所以后退，是他们害怕这个变化便是那道将当代与远古分割开来的无形屏障消失。若是这个屏障消失，放出狠话的红魂宗宗主必然会动手，而天神境强者的交手，他们害怕遭受牵连。果然在那屏障位置出现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却是在他们的头顶之上，距离他们极远的星空高处，只见原本正常的星空忽然出现了一道裂痕，裂痕快速蔓延，大到超越一方世界，但裂痕蔓延并未停止，直到其覆盖面积足以堪比一方星域。轰的一声，竟有磅礴的结界之力如同泄闸的洪水一般自那裂痕之中喷涌而出，很快结界之力便将裂痕覆盖，形成了一道椭圆形的结界门。这结界门的体积竟比先前的裂痕还要巨大，一方世界在其面前也变得渺小不堪。结界门幽暗无比，乃是开启状态，但却散发着极强的压迫感，那种压迫感让所有人心生畏惧，甚至不敢贸然靠近，因为那压迫感隐隐间让向众人传递了一个消息：靠近者死。这一刻，原本站在这浩瀚修武界最顶端的强者们同样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神之时代内的一切不断的在打破他们对力量的认知。忽然之间，两道结界光柱自那磅礴的结界门内释放而出，分别射向了当代与远古两队人马。这一幕引得众人心头一紧，许多人更是想要逃窜，就连先前还十分狂妄的红魂宗宗主了，也是想要逃离。唯有借天染一人目光平静，抬头注视着从天而降的磅礴光芒。他不仅不慌，甚至在他的眼眸之中还有着一抹期待。一切太快了，众人根本没机会逃离，那磅礴光芒便已落下。那结界之力落下之后，虽并未伤及任何一人，但却掀起结界巨浪，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最终形成了半透明的结界高墙，将所有人围在了当中。就连众人脚下也不再是漆黑的星空，而是出现了半透明的结界砖头。因为那城墙乃是半透明状的，所以他们依旧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当代修武者与远古修武者并没有被围在一起，而是被分别围住了。但仔细看来，围住他们的并不像是一座城池，更像是一座极其浩瀚的比武台。相比于他们被困在当中之人，局外人其实看得更加清楚，尤其是在神之时代外，正通过那巨大镜面体来观察他们的外面众人。是比武台，难道真的是要让他们交手吗？他们此刻是既期待又紧张，他们期待当代武者与远古武者的交锋，但他们又紧张，因为害怕输。那里面几乎汇集了当代武者中最强的人物，若是他们都败了，那也就相当于当代武者完了。然而虽然形成了两座浩瀚的比武台，分别将远古修武者以及当代修武者困在当中，可将他们分割开来的那道无形的结界屏障却并未消失。他们该如何交手？就在众人不解之际，又有两道结界光柱自星空上方的结界门射下，分别落入两座比武台的中央。那两道结界之力落下之后，也是自己演化成了阵法，先是凝聚出了一座宛如水晶一般的石质高台。这高台很是坚固，其中流动着符咒纹路，蕴藏着特殊的力量。所有人都在认真观察，包括借天染。府主大人，属下愚钝，看不出眼下景象
究竟有何用意？七界圣府的高手看不出所以，便纷纷向他们的府主求助。那高台与星空高处的结界门有相同的气息，老夫猜测，若想进入那道结界门，便需要通过这高台。只是这高台眼下还并未彻底开启。谢天然也不藏着掖着，将他所观察到的告知了众人。七界府主，那这座比武台呢？为何是2座比武台分别将我们困住？苍穹仙宗宗主也是问道。谢天然没有回答，因为他一时之间也想不到原因。就在此时，星空之上的结界门又有了反应，又有2道结界光柱飞落而下。这一次没有落在比武台的中央，而是落在比武台另外一端。结界光柱落下后，便分别幻化成了2道结界门。这道结界门虽是开启状态，只可出不可入，并且在结界门上面还有着数字，只不过当代与远古2座结界门的数字却各不相同。在谢天染他们这边的结界门上面的数字乃是9780，而在远古种族那边的数字则是352。七界府主，这个数字又是什么意思？苍穹仙宗宗主又问道。谢天染认真观察，很快他心中有了一个猜测。他看了一眼另一边的远古修武者们，对方的人数不足1000人，与结界门上数字的数字显然无法对应。于是他脱口说道：也许这座比武台我们要面对的对手并非是这些远古修武者，而是另有其人。另有其人，莫非是那些阵法所化的妖兽？苍穹仙宗宗主问道。多半如此，谢天染说道。就在此时，一阵大笑响起，是自远古修武者那边传来的。顺声观望，那是一个身高10米有余、浑身肌肉的壮硕男子。他坐在角落，姿势颇为潇洒，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握着烧鸡，吃得满嘴流油，那叫一个惬意。有点意思啊，这神之时代有点意思，竟然让人捉摸不透。越来越有意思了，老子喜欢这感觉。他也在看着那写着数字的结界门，但那个姿态更像是在看戏。当然，众人也只是瞥了他一眼，并未多想，因为此人身上流露出的气息不过区3品真神，这个修为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已是奇迹。这种角色他们自然不会在意。与此同时，楚风等人所在的空间世界内，那虚空之上的巨大结界门依旧存在。楚风依旧在抬头观望，认真打量，且已有一会了。